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为大家讲一下，什么是 OE 的一个助理人，以及如何申请成为 OE 的一个助理人，跟 OE 助理人的一个使用跟推广方式啊。首先感谢 OE 的 Star 总跟首席商务 BD 杰姆里对我们社区的一个支持啊。那么 OE 交易所跟我们的阿图社区也会合作推出一个助理人的一个孵化计划。那么看了我的视频，觉得自己想成为助理人的，那么也可以通过下面的一个申请方式联系我，然后我把你申请成为一个助理人啊。首先就是 OE 它是有一个叫节点跟助理人的，那么他们的意思就是都是 OE 交易所的一个代理商，就是通过推广 OE 交易所，别人交易了，那么挣取一个交易手续费的一个佣金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这个账号，这是一个演示账号，点一下左上角这个9个点，把它往下滑。这边是有个邀请好友的啊，我们点一下，这个号它是没有申请过节点跟助理人了。那么比如说你的朋友要把这个链接粘出去给他，那么对方通过这个链接注册并交易了。它是这样子的，注册之后领一个小盲盒，然后充值入金300人民币，领一个大盲盒，打开来就是个代币或者一个返佣券嘛。那么对方交易了，就是说你跟他都是没有手续费的，他是实打实的交手续费，你也没有这个手续费返还的，你们唯一得到是一次性的，就是2个大小不一的盲盒嘛。那么比如说，我们退出去啊，这边有一个节点计划，我们点进去啊，就是说节点跟助理人都是 OE 的代理商，只要你们主动申请了成为节点或助理人，那么你们把这个链接给出去，别人通过你们链接注册交易，通过你们设置可以得到一个手续费的一个减免，你是能挣取他的手续费返佣。那么这个东西，这个返佣是永久有效的，就是挣取他的手续费啊，这是永久有效的啊。那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OE 的一个节点跟助理人有什么不同啊？我就打开记事本，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啊。一个是申请方式不同，节点的话是在刚才 OE 那个节点计划那边直接申请，然后助理人的话是根据我提供的模板，你们联系我，然后我通过我去 OE 那边帮你们申请。我们打开 OE 交易所，点一下左上角就9个点，往下滑，这边有个节点计划的，我们点一下，然后滑到底。这边有一个申请成为 OE 节点，然后立即申请。它是2种方式啊，申请方式啊，一种就是这边直接点立即申请，然后把你的一个联系方式填入进去。那么 OE 的一个商务，它是会主动联系你的啊。那么你就是向他展现自己现有的一些资源嘛，比如说你是一个炒币群的一个群主，或者是你是一个大的 QL， 比如说你在油管上面是一个大的视频主，有很多的粉丝订阅。或者是就是推特上面有挺多粉丝嘛，就这个圈子里边已经沉浸比较久。还有一种方式啊，我们这边点这个规则啊，它是这样子的，就是邀请10名有效新用户就可以成为 OE 的一个节点的。它是并不是说光注册就行了，它是有效新用户啊。它有效新用户的意思是成功领取盲盒入金，就是充值啊，然后同时就是累计交易达5000U，这样算一个有效户。那么你邀请到10个有效户了啊，他这边就可以直接申请了。他这边是有一个地方直接申请的，然后申请之后，你的马上就会直接给你自动变成一个 OE 的节点，然后是有一个30%的一个返佣了的。然后讲一下，就是刚才那种邀请10个人达标，然后直接申请，它是自动过了的，因为它能判断你是有这个拉新能力的，你拉到一个10个有效户了。那么如果你这边立即申请啊，它是有 OE 的商务联系你的，那么他觉得你很有资源，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一些资源信息，他判断你是一个就是在币圈是能有拉新能力的，那么他会给你大概率开一个30%。如果你提供的资源是比较丰富的，证明你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 QL，那么他最高给你开的是40%的一个返佣。然后我们看那个 OE 这个助理人啊，助理人是联系我申请啊。我们看一下申请助理人所需的资料，就是你把这个资料填给我，然后我把你这个资料回馈给一个 OE， 那么 OE 会直接帮你开通一个40%的一个返佣的。我们看一下，一个是申请 UID， 就是 OE 的 UID， 然后第二个是否做过助理人，就是你之前有没有做过别人的助理人啊？有些可能那边觉得做得不好就跳过来了。
然后分配给助理人的比例，分配给用户的比例。比如说你要全拿，那么你就是你40，用户就0嘛，他交易了所有手续费都是你拿，因为你总的是40嘛。或者是20-20，就是他交易了他返20%，那么你也吃他手续费的一个20%嘛，这样子哦。然后注意人流量类别，就是你是哪种类型的 KOL， 就是你是擅长于哪种方面的。就比如说你有自己的社群炒币群，或者是你有自己一个流量网站，或者是一个频道主这样子哦。然后流量详细说明，就是拉新方式、拉新计划。比如说你说你要不断的做视频，或者是在你的社群里，就是比如说人很多嘛，你不断的在里面进行一个转化，把他们转化成你的一个拉新用户。流量资料证明截图，就是口说无凭嘛，你要把这个，比如说你有个群，你要把这个群截图。你是个视频号，把这个有多少粉丝拍过来。注意人月交易人数目标、月交易量目标，这个就是你写个目标过来，这样子。还有一个不同是返佣比例，就像我刚才说到，如果是节点计划中申请的，就是邀请10个人有效户主动自动的变成一个节点，它是定死的，就是30%。如果你是联系 BD， 那么 BD就是你资源一般啊，那么他一般都给你30%的。那有些可能你资源比较丰厚啊，那么他会给你到一个40%的一个返佣比例。那么注意人的话找我申请，他是直接开40%一个返佣的。那么还有的不同是考核，像节点的话，它是每3个月是有一个交易量跟新增的考核的。那么助理人的话相对容易一点，就是2个自然月有5个交易就可以了。这个我给大家细说一下。我们看一下节点的话，它40%返佣的一个要求啊，它这样子的，就是3个自然月内有1个月满足，它需要1000万的合约交易量，然后新增10个合约户或者25个合约交易户。这个意思就是说，1000万是必须要满足的合约交易量，然后后面的新增10个合约户，或者是当月一直在交易的，要25个合约户啊。就是它这个是，比如说节点刚开始30%，后面你交易量好嘛，你交易量大，人数多嘛，慢慢给你升到35%、40%，这是40%要维持住的一个交易量跟标准嘛。那么助理人他这样子啊，他就是返佣，他直接开到40%的。那么刚成为助理人，他是2个月内考核的，要大于等于5个交易人数，之后都是一月一考核，就是要大于等于5个交易人数啊。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是11月20号，你要成为助理人，那么你把那个单子填写一下，把那个资料发给我，大概24小时之内你就成为助理人了。你这个返佣比例直接拉到40%。然后2个自然月内大于等于5个交易人数，就今天是11月20号，你成为了助理人，那么在12月30号之前这段时间之内，你要有大于等于5个交易人数的，不管是现货还是合约。如果你已经达标了，那么从1月1号开始，你继续维持40%的一个手续费返佣。如果你没有达到就是交易人数啊，那么你1月1号开始你就归零了的，就40%直接归零。你比如设置是朋友20，你20，那么1月1号开始，因为你没有达标嘛，它就是朋友交易了，他那边没有手续费返佣，你这边也没有了。那么开始是2个月一考核啊，之后就是1月一考核的，就是1月份开始，你比如说你又达标了5个交易人数，那么它达标之后不是立马恢复40%的，它是次月的。1月份你归零了，但你通过自己努力达标了5个交易人数，那么你从2月1号开始，你又恢复了40%，就是说，举个例子，好友交易了，他20%，他又有了，你这边20%又有了，那么2月份你比如说维持住，那么你3月1号还是有的40%的。那讲些细节啊，一个是2个自然月内，所以就是说，比如说月初申请，那是比较划算的嘛，啊，他真的实打实的2个月。那你比如说是月末申请的，你比如说11月30号申请的，那到12月30号，那等于说就1个月多一点点的，这就不划算。所以申请助理人尽量是月初来找我申请啊。然后第二个，大于等于5个交易人数，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要求啊，类似于一个助理人的门槛，就是说你五个交易人数你都没法完成啊，那你基本就是会被自然淘汰的。还有一个就是适合模式啊，就是节点
更适合于就是全职做，然后是有一些资源的币圈资源的。那么助理人更适合于一个兼职做，就是你资源没有那么丰富。比如说我这边接触到的全职做这种节点的一般来说，比如说就是像有的他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炒币群的，比如说400-500个人，他是个群主，那么他又是比较有话语权的，他的话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就大家是比较听他的。那么他就是做了比如说 OE 的节点，然后他把链接往群里一发，那么然后就这个注册量跟交易量都蹭蹭的涨那对他来说这个节点的任务完成是比较容易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认识的，他是做一个比如说是一个视频组，他是有一个持续的输出能力，并且有一个小团队是帮他做一个视频的。那么他对于这个币圈也是有一个独立的分析能力的，而且这个胜率还是可以的这个主要比较重要的是一个持续的输入能力，因为币圈一天人间10年嘛，那比如说你1个月前的玩法，包括一些热点，跟现在已经也都完全不一样了嘛。那么它每天持续的进行一个观点的一个输出嘛，包括一些视频的输出，那么它的粉丝量是可以的。那么它就是链接一丢，那么这个注册量也还是可以的，或者是一些推特的一些大的 KOL， 它类似于一个意见领袖嘛。那么它对于一些粉丝的一些影响力跟引导能力也是比较可以的那么还有一种，它是比如说它是有一些头部网络的一些流量的，或者是它比较擅长于 SEO 一个搜索优化，就是类似于一个竞价排名。比如说头部流量，那么我们就打开那个飞小号这个网站，我们点一下平台，它是根据这个交易量把这些交易所的一些平台有个排名到，那我们点一下这边的 OE。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个手续费官网地址，就是它是把一个 OE 的一个注册链接放上去的。当然，它这个是用了一个自己的一个推荐号，比如说我们点这个官网地址点开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个注册界面那么这个推荐号就是它的一个推荐号，我们可以看到它并没有返佣，它是手续费全吃的。那么这是一个流量的入口嘛？它这个很多人刚小白刚炒币，他会用非小号搜 OE， 然后通过这个链接进行注册，那么它这个注册量是比较大的。那么 SEO 一个搜索优化，包括竞价排名比如说我们在搜狗上面，你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币圈小白，就搜索你想下个炒币软件，那么你就搜嘛，炒币软件，你点下搜索，然后它会出来很多的一些搜索结果。那一般会看比较上面的一些搜索结果嘛。那比如说什么最好用安全的10大炒币软件，我们就随便点一个，可以点进去然后他会给你推荐，比如说 OE 这边，他介绍一番币安，然后他这边都会有个官网注册，我们点一下，我会发现它直接跳转到了一个注册界面，诶，它的一个就是这个推荐码也是直接填入进去了的这个的话它是要花钱的，而且这个还是不便宜的包括要一个搜索的一个优化，像比如说点一下多少钱，下载一个多少钱，他们有这方面的一个渠道跟优势的。还有一个节点他的话是比较能说会道，他擅长于做这种推广营销，因为他东北人嘛，他跟我说用他的话说他比较擅长于唠嗑，就是说他在一个东北小县城那边生活成本很低，物价也不高，但当然这个工资也不高嘛，所以因为他学历很低嘛，所以他工作找不到，他只能要高一点的工资，只能去送外卖或者进工厂。那进工厂肯定收入就不高了嘛，所以他来做这个交易所一个推广。那他的方式就很奇怪，他这个很能讲，他就在各大群跟大家聊的火热，各大炒币群聊的火热，然后偶尔就发个红包，弄个链接，然后有人要的，那么他就加他们，就是聊得非常厉害。那么我还跟他交流过的，就是说他有个很大优势就是人来熟。那么他因为那个地方是小地方嘛，那他通过做一个节点，他一个月能有1万左右的收入。那么他以他这种独特的方式，就是去各大群跟大家搞熟，然后别人有交易所问题，他就帮人家解决一下。那么有时候发个红包，就是发个链接，这样子，那么他也能就是维持一个比较可以的收入，也能维持掉一个节点的一个考核这样子然后讲一下这个助理人助理人的话就是还是偏向于就是兼职做，就是只有普通资源的。那比如说
你是个炒币的群主，那你有这样的资源，很有话语权，那你当然可以做节点啊。那比如说你就是个普通的小散户，那么你在一个炒币群里面，你就是个群友啊，那你有时候一发链接，那你估计大概率被群主给踢掉了。我这边的助理人是几种情况，我跟大家讲一下。一个他是做一个 Web3 小白教育的，他的一个主要流量的入口在小红书跟微博，那么他主要是讲如何进入 Web3，一个月大概600-700人民币。那么它的课程主要是包括比如说元宇宙、NFT、币圈，那么他就顺便推广一下这个交易所。那么对他来说，他的一个主要收入跟精力的所在是在于做课程嘛。那么对于这个交易所对他的收入包括精力，可能他就放个10%，那么他就偶尔推一下。那么他这个是助理人的考核是能过的嘛？那他如果去做个节点，那估计就比较艰难了，因为他的一个收入主体跟精力都不在于此嘛。那么还有一个是一个币圈老师啊，他主要是比较痴迷于交易，他每天晚上盯盘到很晚，然后各种交易方式模式啊，他都懂的。他之前是做 OE 的节点的，那么我们看一下 OE 的节点啊，就是40%啊，1000万的合约交易量对他来说，他自己就能完成了。但主要就是一个新增10个合约户或者当月25个合约交易户啊，那这个你别看就新增10个，对他来说还是比较难的。就是他主要是他带了几个徒弟，让徒弟就注册在他下面，让他们交易。然后他别的他就是不是很能说会道人，就是你跟他聊交易的东西，他滔滔不绝，他说不完的说。但是让他去拉新，那他就不擅长。所以这个交易量他 OK。他没有问题，但是新增10个合约或25个当月的合约交易户啊，这个他确实完不成，然后他就一直降级嘛，40到35、35到30，后来差点清退掉了。那么后来我跟他说，就是做助理人嘛，我给他维持住40%嘛，5个交易者，那对他来说还是很稳了的。那么他也就是可以沉醉做交易，那他也有个40%一个稳定的一个返佣。还有一个助理人，他是一个大的互联网公司的一个员工嘛，就是程序员。那么大的互联网公司那些同事们啊，对这种加密货币的一个接受度是比较高的。那么他的话就是有同事需要了要交易所，那么他就把这个链接给他们，他是20，就是好友也是20嘛。那这样的话，好友可以省手续费，他这边也有一定的盈利嘛。那么因为他入圈早嘛，那有些同事他不会下软件，那他可以帮他们就是注册一下、下载一下，然后有些他不会操作嘛，那他教他们一下。那对他来说，就是他这个圈子里面，他类似于一个小的一个意见领袖嘛，那他也建了个群，平时大家在里面交流行情。那么他这些同事啊，就是对于助理人的一个完成就是完全没有问题了嘛。那么他在偶尔请大家吃个饭嘛，等于也是个共赢的一个过程嘛。那么还有一个不同就是说，他们的一个顶点不一样，就是说节点的话，它最高返佣能返到50%，助理人的话最多只有45%的。我做一个新的表格，跟大家看一下他们一些不同的要求啊。我们看一下节点啊，这是刚才节点40%，助理人40%的要求啊，这个要求还可以的。然后看一下，节点的45%的要求，它这个就是3个自然月内有个月满足，它这个合约交易量要5000万了，或者是同时要满足新增20个合约户，或者是月交易的是100个合约用户。就那个时候，你节点的返佣是45%，节点的45%就是你就是达标之后，它次月会自动给你升到45%的一个返佣的。然后下面是助理人一个45%啊，它是跟那个的不同，就是一个是每个月都要满足的，那么别的都是一样的，就是5000万合约交易，新增20个或100个合约在交易的。那助理人我也问了OE啊，就说助理人到45%的很少的，因为如果你这个助理人都能干到这个量了，那一般都会早就申请做节点了嘛，因为他肯定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资源之类的。那么节点最高是能到50%的，这是个最高了。那有些人骗你说他能返60%、70%的 OE 啊，这个是没有的，最多只有50%的，就是要满足
2亿 U 的一个活跃交易量，或新增40个合约户，或者200个合约交易户一个月啊，那么这个就是要求是非常高了。所以节点跟助力人啊，没有说哪个好或哪个坏，就是感觉自己更适合哪个，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自己更适合于做哪一个。最后讲一下，像做助理人或者做节点啊，它这个收入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在币圈你做交易嘛，可能是会亏损的嘛。那么像做这个，它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就像比如节点计划这边就是邀请30个用户有效户，可获返佣472一个月，这是欧一个大数据啊。当然，这个邀请用户不是说你光邀请来他不交易啊，那不行的，因为他没交易就是没有手续费的嘛。他这30个肯定是交易用户，并且要最好是做合约的，因为合约的一个交易量大，手续费高嘛。那这个是以默认40%一个返佣，就说30个一个月472，那比如说60个，一个月可以挣1289，然后比如说你真的量比较大了，比如说邀请180个，那么就是在交易的最好是有效的合约户啊，那么可获返佣一个月是8005U，那么这个是比较稳定跟滋润，因为他们一旦在交易了合约户啊，它是有一定的成瘾性的，那么甚至有些是做高频的嘛，那么它这个手续费的一个量是比较大的。那么比如说你们觉得自己比较想做助理人的，那么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或者联系我，把刚才那个表格填写一下，我会把那个填的东西给它粘在下面嘛。那么你们填写一下，联系我，那么就可以成为助理人了。那我们可以共同就是在欧易跟我们社群的扶持下，看一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能挣一个稳定的收入嘛。这是我下面一个助理人他的一个账户啊。他已经成为我助理人5个月了，他就是邀请了一共12个人在他下面注册的嘛，然后大概是有7个人是在做交易的，其中有5个是做合约的，2个是做现货的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返佣情况，就点一下资金账户，点一下这个账单啊，进去，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每个小时都是有一个返佣的，就是节点返佣，时间，然后多少 U 多少 U，因为它下面的人不断在交易嘛，那么它每小时会更新一次它这个返佣情况的。这个截图啊，就是23年11月9号，当时是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行情，就大幅的一个波动嘛。然后这个应该是节点或者是助理人啊，他的一个返佣啊，每个小时都会是有几百 U 几百 U 这样子，这个金额是比较大的啊。像这张照片就是说，在欧易它节点计划端里面，你们申请之后是能看到每天的一个节点一个返佣一个排名的，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这种比较靠前的，那有些可能他做得早，那有些他可能拉新能力比较强嘛，下面交易的人数比较多嘛，那像他每天一天就是一天的返佣啊，就可能成千上万了，那就是还是比较厉害的，谢谢大家。